合伙人海外踩点正式启动，伦敦、纽约2座城市100小时踩点倒计时。还是要桌子中心主街，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段不太合适。面积相对而言有点小，楼梯很狭窄，运送货物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痛点。我们不能没有橱窗，不能没有，一定要有橱窗。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 pass 掉这个 pass 吧。又长又窄，楼梯又细，楼下完全无采光。哇，确实创业很难，踩点好像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尽人意和不是大家完美当中的那种想象状态。大家都有点从头摸索，看店面从来没有经验，我们就觉得就找一个这样的店面也是不容易的，这不是这儿有问题，就是那儿有硬伤。我们很需要听到一些在伦敦当地的这种他年轻的客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都不是特别有选址的经验。我们能否找到满意的店铺是比较有压力和未知数的事情。上午我们看了2家店铺，对伦敦的店铺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下午我们还要继续进行选址的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个我们满意的店铺。哇，开始热闹了。对，这边就是牛津街和摄政街的交汇处。这个 roundabout 就这个环岛应该属于伦敦最热闹的环岛之一了。我们下一家店要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吗？对，一会儿要右转。OK， 有点不敢走的感觉，是不是？有点那个租金有点好像瑟瑟发抖的感觉，有点走不起的感觉。店铺3，画廊风，这里比较贵，1800。走吧，这个位置很好，那边就是邦德街，明白。最贵的一条街了啊。这一套呢，大概有160多平，然后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ground floor 以及 underground。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一下哈。好，哇哦，这个好像结构上比较多变。敞亮，呀，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轻测量长5.289米，宽5.46米，结果等于面积28.84平方米。 63.3，好，好，因为它宽一点，我们就大概可能会走得开一些。比如说两边是展台，中间我们可能有洗手和化妆试妆的区域，大概在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场域的话，做这个店铺的店铺的这种陈设啊，这个比例上感觉比较合适哦。是这种布局会好处理一些。这里好像就已经给你画好区块了。对，这一块是做什么？有点像，装修成本上可能也是挺有帮助的。我们挺幸运的，就是每一家我们现在看到的3家，装修成本上应该都不会太高。墙面和包括空调什么的，应该不用再多花钱了。对，这些都不用了。对。还有一层是不是？这个我们可以去楼下看。好。走。有电梯，有电梯。哇哦！哇，终于都有电梯了。难得。哇塞！哦，比较小，至少运货是够了，对吧？沉一点的货，弄个小板车。哇哦，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天哪！甚至怎么样？还有咖啡机。天哪！而且是完全就已经做好的。这边应该是更衣室。别有洞天。这衣帽间太大了。
哇，还能洗澡呢。咱们的宿舍有了，住这儿我们直接住这儿就好了，啊，直接住这儿，对不对？睁眼就上班，起来就上去上班。这个是公用的啊，原来如此，不是我们专属的。对对对，是公共的。是我误会了。我还想，你是不是真想睡在这儿？它像一个共享办公室一样的这样的感觉。我很喜欢那里的地理位置，因为周围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品牌聚集的地方，它会让我们店铺的调性很好。而且这家店的前身是画廊，所以它的装修底子还比较好。美中不足就是它的地下1层是一个公共区域，但是我们可能会更希望地下1层啊可以用来当仓库的，这样对我们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1个月差不多40多万人民币。1个月50万，得50万将近。2个月的话将近100万。短期的话就会比较贵，是吧？因为我们只要2个月，2个月的话将近100万。但是我感觉软装不会太便宜。你看，像这儿的话，我们可以省掉的确实是精装的钱，但是如果是软装和打柜子都不会太便宜。但主要点是在于说，我们如果这个钱它花了之后没有办法去匀到别处我们需要的地方，那其实就应该最好是控制在200万，它就刚好花掉，这样是最好的。对。主要我们现在对于软装市场不是很懂，就是我们不清楚到底我们应该给装修留多少钱。我觉得我们的房租在80万左右是可以的。那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的上限。不知道这边是就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如果你不大动的话，这个价格是肯定够的。就是这个软装、装修这些是运过来划算，还是在这边运过来划算？运过来划算。因为如果说，比如说像拿这一户的话，你是要摆货架嘛，那你的货架肯定是定制款的，高度啦、深度啦等等等等。在英国做这个东西特别贵。这边的人工和材料是非常贵，而且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找到合适的。对，而且也是非常花时间，比如颜色的配对啊，以及尺寸啊，还是中国全部做好，然后是带过来。因为我们的装修时间也很紧张的，对啊，而且我们能省1天是1天，对吧？这个钱，所以说可移动的这些设施的话，能国内做就可以。明白。如果说我们把那个装修周期缩短的话，对，我们就会从60天变成21天这样。咱们20天装修1天。你想要重复上次的故事？咱们落地就开整。咱们人多，装修最后是咱们几个整。人多吗？25天。上次直接拉到仓库，这次直接拉到建材市场搬木头去，锤钉子。行，装完刚好咱可以离开了，然后咱们剩下的合伙人们就在这吭哧卖。行。现阶段来讲，对我们来说，这个房子是我们这3个里面肯定是最满意的。但是呢，价格上稍微有一点贵，所以如果可以帮我们跟房东聊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少一点点，是最好的。我们的房东在这儿啊，可以聊一聊的。您好 ，Hello，Nice to meet you。我们现阶段觉得价格稍微。看有没有浮动的空间。So if it's a month long, it will be 1,800 or 1,800 for per day. But if it's more than a month, we can reduce the amount for you. Yeah. Okay. Some discount. Okay, so can we get know the price now or later? Make 10,000 discount. 10% discount. 10%. 哦，9折。对，9折。1600，1620。Is this include bills and anything? OK， 他刚才也说可以打9折嘛，然后其实是包所有的费用的，包 bill 的就还不错，听起来。至少是把税啊什么都包在里面。对。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店面的对外小窗户有点小，是不是？一点点。他说窗户上是可以。做一些装饰啊，然后贴一些宣传语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然后门口可以放一些东西，这点还不错。可以放点小桌子啊什么的，那就可以排队等待。可以做一些，而且做一些互动性的东西也可以。咱们在门口拍一张照吧，看一下这个宽度，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个灰色的面积。 OK， 好不好？
老师，那我们今天这里就结束了，对吗？辛苦了。麻烦你啊，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做的非常。那我们就明天见。明天见，好，明天见，明天我们再继续去探访其他。没问题。然后我们今天会把资料给整理好，明天我们再继续。好，辛苦你了，明天有更大的收获。那我们走了，拜拜。拜拜。祝你顺利，拜拜。嘿，拜拜，谢谢，拜拜。咱们赶紧前往下一家店吧。姐姐，这里有好多画廊啊，刚刚那个又是一个耶。对的，这个区域就是算是伦敦最贵的精品区了。那客流量会差一点吗？如果这边比较高端和贵，这边非常高，就整条这条街可以看一下。那太好了耶。很贵的感觉。所以如果说要让就是我们的这个牌子变得非常的有国际化，然后一下子让老外知晓的话，放在这边是很好的啊，宣传力度会比较大。对，宣传力度会很好。让他们知道中国的一些国货品牌，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明白。Hello， 你好，我是 Ruby。你好，我是延安。延安你好 ，Hello Ruby，你好。这个就是专门做一个短租的一个店铺，然后往那边走的话就是 UCL， 往后面走就是大英博物馆。这里离牛津街远吗？步行距离的话大概15分钟左右。它旁边的话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餐厅啊、花店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现在的人流的话就还可以，就是平常周末可能会更多一些过来逛街啊什么的。要不要先进去看一下？好，我们进去。可以。这个一共就有2层，我们可以往里面看一下。这个是进门，这个前台是不能挪走的。然后这边你可以进来有一个天窗，我就觉得这边采光很好，很漂亮。天呐，采光好好啊！看这个楼梯，你看不看？这楼梯就是我们的死穴。嘿，小瘦楼梯来了。小瘦楼梯，就英国的房子都比较老，都是几百年了。这楼梯又会有点梦回巴黎了。巴黎比这个宽，你记不记得巴黎是个宽楼梯？对，但是比较简陋。其实这下边挺好的，我说实话。它楼上楼下大概都是每一层是100平左右。哇哦，这下边真挺好。对。这边是一个小办公室，对，休息区，我们的休息区可以在这里放一个小桌子吃饭。可以啊。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utility， 就是比如说电啊什么都是在这个里面，对，工具间，对。这是22，这是21，一半隔起来放库存，够吗？不够，这里全部放库，然后那边是会议室和休息厅。其实动线合理的话，应该那个地方放库存，然后把通道隔出来，这个地方来休息，因为你要上货嘛，你肯定是把那个动线缩短，这样更合理一些。对，从这个小过道我们运货的话会不舒服，对吧？我会比较注意去看上下货的这个动线有没有把它设计合理的条件。1楼和2楼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很狭窄，在每一个环节都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但其实那个地方它是占了一定的区域的，能避免吗？那咱们就把它避免掉呗。我还是觉得楼梯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它很漂亮，然后采光又很好，可是这个楼梯，咱不自己搬呢？解决了吗？这不是？还有就是也是那个这边的人流情况怎么样？人流的话，这边因为是就在 UCL 大学旁边，所以是大概有6万到7万的，就是常住人口。6万到7万常住人口。我们可以去那个大学门口转一下，所以你可以感觉一下那个距离。好呀，这里好舒服。非常英式的感觉。很安静也啊。对。就这些楼全部都是 UCL 的楼。哇，这个房子好特别啊，城堡一样。这个好像是他们医学院。哎，有魔法的感觉。
要不然就是有点儿 ghost 的感觉。对，因为它毕竟边上就是医院，这一栋现代的楼就是个大医院。哦，对，我已经感觉到都是学生了。哦，是。感觉是做学生的生意的。这边的人流不会像在我们刚刚所在的那几个区域，这么密集，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商业区。明白了。放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靠你的名气，然后吸引过来人。你要说像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些游客，路过然后进这家店的概率就会比较小。明白。但其实就是看市场，如果说纯粹以做学生而言的话，就算不在这个附近，学生也会来。是的，对吧？我想说，既然都已经来到了海外，那一定是要发散的去做，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家中国商店。我觉得还是它在什么位置，这个比较重要。就我觉得这个是硬伤，其他的问题它都多少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消化。但只有处在什么位置，它这个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它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只能在选址上面去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边的井盖是方的，国内的是圆的，请问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个是方，一个是圆呢？国内也有方的呀，都有啊。因为他们互相没有沟通过。没沟通过。Yeah. 你知道为什么7分熟的牛排不会跟10分熟的牛排说话吗？因为不熟。因为牛排不会说话。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那你知道什么东西绿绿的毛茸茸的，从树上掉下来会砸死人？绿绿的毛茸茸的，从树上4只脚掉下来会砸死人，而且还有4只野人。不是，台球桌。Sorry， 有点冷，这个笑话实在是有点冷。可以吗？可以。那我就今天就带你们到这里喽。好的，谢谢，辛苦啦，我们明天见，谢谢，拜拜，拜拜，明天见，拜拜，一切顺利。好，拜拜，拜拜。辛苦了，今天陪我们走了这么久，很高兴，辛苦，很高兴，辛苦姐姐。客气。明天见，明天见，拜，辛苦了，开会愉快，好嘞，晚上多吃点，拜拜，拜拜。Let's go。好久没坐地铁嘞。是呢。啊，这里。好。是这边吗？4号站台。是的，上拆。上拆。哦，抱歉哦，我们就在这里，是不是？哎呀，舒适。哎呀。我们要把信息汇总一下。好呀。画廊106平方米。那它这个106是？就是这一层的。就这一层的。那我写一下。它房子方方正正的，比较好使用，有电梯，装修成本也低，有免费会议室、化妆间、淋浴间。其实还算有餐厅。劣势就是它的其实没有什么储物空间，因为它下面那些都是公共的。我们不能用。如果跟第一个比，它肯定是没那么多。对。所以第一个的优势呢，是在于它有个地下，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储物的。这个确实没有储物的。对，储物空间不足。
之前我们并不牵扯到有选址的问题，并不牵扯到有装修的问题，那这些全部都是新的尝试。其实我觉得今天第一天去看店，很多事情还是我们是在观察，可能明天也会试探着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那价格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能不能有一些弹性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吧。师傅，我们如果安全情况下稍微开快一点。For Crosby. Oh. So you have to take the whole space. Oh, okay. Which is interesting. It has a yard. Also, it was redesigned in the 1970s, so the look is pretty like modern. I'll say it has like somewhat an Italian influence with the way it looks, because that's the Arturo de Morica design. Oh,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ah, he's the same guy who actually designed a charging bull in Wall Street, the famous bull. The charging bull. Yes. Okay. 看店面跟看住房不太一样。看店面呢，我反正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看什么点，我抓不住重点。看了大概2套以后，我觉得我慢慢有点摸到门道了。我们可能还是要站在一个真的创业的人的角度上去考量很多，就包括店面的租金啦，它是否平米数够大啦，然后我们的动线是否合理啦，是否适合我们这一类型的线下店的最终的使用，其实我们都是要考量进去的。OK， 姐，左边这个吧，应该。左边这个，对。Wow. Ooh. So this building was also built in 1900, like the other ones. 哇，好大！这个门窗是够大的，像个 proper store 了，这个至少。但这个脚手架会一直在吗？ So the scaffold is removed according to when the city deems doable, because usually they require it when they're doing facade work. So we have no control over when they take it off as tenants, right, or as a landlord. Exactly. Yes. 这门脸确实，它有脚手架的话，拍出来确实不好看啊，没法协商的。这个门口的大脚手架，听说是纽约这边的一个特点，就很多的店面，我发现门口都有这种不可预知的脚手架在那里待着，然后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拆掉。哎呀，这是个硬伤。3层啊，它现在有3层。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看吧，看吧。Let's go see it. As you enter, you can see the herringbone. So it's like classic floors, right? Yes. If the interior, this is the way it's going to come. So this is what we're looking at. That's what you're looking at, This yeah. is what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with. Yes, but whatever you want to take out and adjust, you can do that. All right, sounds good. But you got to return it as a white box. OK。哦，这里是上楼。上楼的。采光纵深都没问题。是。20 feet wide, 100 deep. 100 deep， 来。哇，它这么大的空间。它等于这个是个整栋楼。整栋楼。对，就是咱们这个楼就是咱的了，这个空间绝对够用。那你们逛，我拍一下。就这边的楼梯是可以上2层，1楼的话，然后那边也是一个上楼的楼梯，就是这边上楼就到了2层，2层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小吧台，所以这边可以是一个设计空间。然后走，又到这儿，这也是一个2层，然后2层这里也是一个设计空间，但这边又可以上一个夹层，这里又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小挑高的空间在这里 ，OK。好，然后这边，妈呀，在这里当销售会累死。这里又是一个空间的夹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2层的中厅，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刚的2楼的对面。这里有一个楼梯，然后走，然后这里又是一个大平层。在这家店逛街会累死哎，做了个有氧哎。我更觉得我们的设计师会比较擅长，就是开阔的大平面的空间，他不那么擅长这种风格，因为这种风格的装修会比大平面要更复杂，对吧？我们的装修预算可能要变得更多，因为你楼下是一个风格，楼上可能要另外一种风格，或者根据品牌来搭配不同的风格，这个就比较的花钱。是的。好，那我们去地下室喽 ，Go。这下面的地方也不错啊，你看这里好大的。A lot of sections, you can use it for different reasons. 但是这边楼梯也可以下。这有点黢黑，等我一下。来个灯。我跟你说，我们在这开，我们这样晚上开密室逃脱，
白天开美妆店怎么样？但是从这个面积来讲，这个性价比挺高的，这价格性价比确实。哇哦，回音哦，要回音了。Hello。延安跟毕雯珺的防空洞。I like the style. I quite like the style. Wow. Yeah. It looks spooky. It does. It It does. looks spooky. I like it. Yeah. 这看上去有点恐怖，我很喜欢。哎呦，吓我一跳！ You got scared? 吓我一跳！我刚说你看起来有点吓人，你都抓我一下。这是密室逃脱吗？我们带大家沉浸式密室逃脱。接下来我们要开这个门。这个房间多少有点吓人了，咱就是说。这里面还有龙。这里有我们两个现在在镜头里面很像拍密室逃脱。这里面不是哥，你看这是啥？这还有个笼子。哇，好吓人，姐！那里面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姐进去。你想看吗？我帮你打个灯，给姐打光，给我整起鸡皮疙瘩了。哎呦，有个笼子啊！哇，真有个笼子！我们姐好大胆，这不是个什么，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猎奇。What was this place? We're not really aware of the function. Yeah, just I'm asking questions about is there any strange creatures living here? No That strange needs to be creatures. locked. No, none at all. It does look spooky. Yeah, it does. Let's get out of here. Even as a nightmare space, it's quite spooky. 哇，这谁敢下来拿货啊？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姐，如果我们要在这家店对打，边上就是竞品是吗？全部都是彩妆哦，还真对打。是。我倒觉得它不一定会成为竞品，它说不定能成为我们的引流。互相引流。是的，是互相引流。这种小型百货啊，我觉得年轻人会很喜欢逛，因为它不用花很长时间。我记录一下。他在西方品牌这些大牌这儿没有找到，说不定他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没有，而且他们如果这家店选址在这儿，而且能开下去，就说明品类的人流是没问题的，是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不是说明位置 OK。但你看它的橱窗，他们的橱窗设计都很漂亮，我们也可以啊。我们提早准备是可以的。OK， 走吧。走。姐，现在这里就是有人流了吗？下午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流和选址是没问题。我觉得这边可以作为我们的备选之一。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对，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我们就提早下吧，不要到门口，我们稍微走2步过去。Oh, it's cold today. It's cold? It's cold. Yeah, it's like a wet cold, like a Shanghai. 刚刚那家店是最好的。我们稍微跟房东聊聊，砍价，然后把钱留到装修上。是，如果价格能砍下来一点的话，主要是要看我们国内那个设计师能不能做到这个点。他在中国的话可能做得到，但在因为这边人工、材料、建材是不太一样，他们不一定能够做，执行难度不一样。Is this a firehouse? It used to be a firehouse, and it was converted into a film center. 但是没有橱窗啊。我刚刚看了，这栋楼就是一个历史保护建筑了，所以它完全不能动。Landmark building， 所以。但是走到这条街上，基本上就没有商业的东西了。是政府楼，然后那个纽约大学的一个教学楼。所以这条街它不商业。I think we can go in. 进去了。啊，这是很剧院，它很像戏剧空间。So this is what we call the main space. A lot of production companies they go to film here. Right. Marvel, HBO, Law and Order, Netflix. 太小了，它还是一个 garage， 它太小了，它就一车库。 If you are gonna have a car in the shooting, you can bring the car in here. 但我们应该不会用来停车，不会。The cinema is really beautiful. 但是跟咱没有啥太大关系，不大用得到。Like a little rehearsal space， 这还是挺漂亮的。好看是好 Yes, 看。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here. 是一个很好的 event 场所。这个更像一个办活动的空间，而不是开店。10米啊，但这不行，这纵深不行，它这个没法，很难做生意，不能做商业，做不了商业的。Jeff, today I think our job here is done for today, but we'll stay in touch, and then we'll see you tomorrow. Yeah, we'll see you guys tomorrow. Thank you for coming. Jeff. See you tomorrow. Stay warm. All right. All right. See you tomorrow. Take care, Jeff. All right. OK， 那我们前面逛一逛吧。好。这边啊，走了4家店，好像我们都只对其中1家是感兴趣的，选址和开店。困难一定有，但是我们希望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说把4家店跑完了，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就在旁边附近再转转，再逛逛。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经验的一个累积。
哎，这左右的店面我觉得很合适。超多人这条街前2天。对，因为这些商店都是会人流量比较大的商店，而且都是那种消费品，对，消费级的品牌。我觉得贵不贵无所谓，是，这就是先找到最适合我们的价格，我们再去聊嘛。好啊，对不对？我们也跟节目组聊嘛。但我很喜欢这个地段，这个感觉怎么样？前后的商店，你看这几个橱窗，多美！而且这也是个街角。它这个数字是电话号码吧？是的，我刚才拍下来，我以为这个数字是。这个门应该是这儿，对，挺好的。对不对？这么大的橱窗嘞。对，这个让我看一看里面啊。先偷看一下。哇，很完美，很大，完美，不是？姐，你要在这儿看，很适合。你要在这儿看，它这里有一个中缝，这边和这边，对，它隔开的，它是打通的，也可以通，而且里面它还隔了一个隔断，叫玻璃隔断，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对啊，这一角都是我们的，全部都是窗，都是那种，真的，这个好适合啊！这个也在，对，这个也在租，这个也不错啊。这个略小，这个略小，这个只有一点点。挺小的，这个好小啊。对，它应该是有地下，都有地下。对，我现在在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我现在想说，我就租它个10年，让这些中国人在这一直，我就在那儿卖了。这红色的也不错啊。对啊，这红色也漂亮。这个路口也可以啊，这个路口很好，大王对面嘛，多好呀！快走。好大，这个很大，这个装修也很好。这个基本不用动。哇，这个不用动，只用放软装进来就行了，很不错哦。OK 的，看着不错。这家很不错哦。对，这家挺好。它的深度大概是8米吧，8米的深度。挺好的。这家很大哦。我们进去，我们3个像小偷，贼乎乎的过来就是看我。他没有招租信息啊。我定一下地址，然后我一会儿在车上我查，然后往回走吧。好，我们明天主打一个就是那种 walk around 快速，就是决策。然后我觉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还是在这边周围来逛一下，转一下，转这种空店。可以，那边也有。今天有点浪费时间。是的。那我们上车吧。上车吧。那今天这个人流量的参考是这家店的人流量的参考，这个位置的参考是好的。一天的人均流量得在500左右，咱们才比较好。对，得有这个 conversion rate 60%，没那么高，50%，你这边20%，然后人均消费$100，$100美金，就很不错了。那天销售额度就2万2-3万，我们去年不就是吗？1万吗？不错了，我们去年卖到1万欧元，这都很好了，对。但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销售的，要是去年的10倍。佳琪哥跟我讲啊，那比如说我们去年平均一天是7000欧的话，我们今年7万欧是多少美金啊？将近9万美金，9万美金，8万多啊，8万4，很夸张嘞。我们差不多一天要卖50万人民币出去。如果有一家店一天能卖这个数7万美金出去的话，这必须是大爆款。你觉得有些东西是现在得弄出来了，才能6月份开始？是的，店面是一个问题。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第二个确实啊，如果我们不搞点那个其他的销售渠道啊，7万美金一天的销售额是不可能的。什么店能开到7万美金一个月啊？我们先去开会对吧？是的。5分钟开始，把这个放进去。没有人啊？来了，来，我开个摄像头。哎呀，他这个面貌有点新鲜。哎呦嘿！小高头发是我那小西装外套脱了，我今儿穿跟乔布斯似的，整特别商业。你看咱们就是咱俩好像是被什么烫了，烫头了，我俩。你们俩看咋样啊？对，先说一下伦敦的情况吧。
咱上那个 PPT 啊。对，直接请看。我们今天看的是4家店，第一家店呢是一个转角，橱窗非常大，然后这个信息就是上面有到了姐，就是有显示。总面积不算大，但是它的这个利用率它可以比较高，非常好。对，因为它的户型都是比较方正的。哦，你们在 Tottenham Court， 那不错，这个位置不错。这是 SOHO， 这是 Fitzrovia， 然后他们在一条主街上，这边是大英博物馆，所以是个人流很棒的地方。张娟人流是日均20万人次的。OK， 好。第二家店呢，它是2层楼，一个地面，一个地下，它这个户型就是很长，说白了，就是我们觉得不太合适。完全不行，我觉得可以略掉了。可以，这个可以直接 pass 掉了。第3个就是它最好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公共区域，就是这个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点。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它是106平，也是一个比较方方正正的房子，我们的可利用空间比较大。还有一个它非常好的地方是在于它有一个地下，它这个地下是不算在我们的面积里的，它是一个公共区域，是有一个休息室、有化妆间，还有可以洗澡的地方。但是它的楼下的这个底层呢，他们都是共享这个休息区。那还是不行，那有点不太行。对，现在第4个喽，第4个也是面积最大的了，会有200平了。哇，怎么这么小啊？因为它长，这个有点像公寓啊。而且姐，它这个楼梯都是这种太窄了，这种搬东西都搬不了。地点也不太好，因为你商业街在这边，它已经偏离商业街，它已经在学校里面了。对，我们考量的也是这个，就确实是它客群就是其实已经比较固定了，就都是学生。所以今天你们的4家店比较推荐的就是第一转角店，对吧？第一个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好。因为我们今天也看了4家店，我们认为那4家店，第一家店我们就不说了，我觉得就是不在主街上，人流量太少了，没人会进去的。虽然在 SOHO 一个比较商业街的地方，所以第一家店 pass。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下一个 loft， 它没有门头，它是要上个楼，在2层。它比较像一个人的公寓嘛，它更像住的地方，那个 pass， 那个也不 OK。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在于，你可以理解它是一栋。然后很大，然后挑高的中厅大概有到15米左右了。对，那家店就很考验我们装修老师的水平，他是否能够帮我们装修漂亮。然后那个地下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可以在地下玩密室逃脱，底下都有笼子的，老牛了。然后第2个 bug 就是它的门口有一个，你看一下。就是这个脚架，你看到了没有？门口有个脚手架，因为这个的、这一边一整片哦很丑，全部在装修，且他们不一定2个月可以装修完。然后这一边的地方就是一个商场，小型商场、百货商场，所以我们这边的流量跟这里也非常的好，且这边有一个地铁站在旁边，所以它这边的人流也是 OK 的，也在 SOHO 里面，不那么偏。然后最后一家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点，那里面也非常不适合开店，它就是一个比较适合于做宣讲的活动的一个地方，所以那家店我们也直接 pass。然后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那是我的梦中店，真的。我看到那家店我也兴奋。那家店我跟你说，哇哦，那个玻璃窗有10几盏玻璃窗，哎呦，然后里面就是个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外立面也好看，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他们每天大概有500多个人进店的量。哇哦，他不租，他要10年起租，他要租10年，10年起租。哇！我跟你说，如果我们可以在那里上班，我们太洋气了，我的天，洋气到不行。对，然后信息要同步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为止导演给了我们200万的预算。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总体看下来，我是觉得不乐观的。且如果我觉得我们现在找到的这几家店都有 bug 的情况下，那第2季我觉得对于用户来说，就观众来说，他们想要让我们的店是比去年要好的。且我觉得这第2季来参与的品牌们，他们也希望的是它出现到的那个地点和那个形象是要高级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我觉得明天你要跟你们的中介，我们也会跟我们的中介商量，我们快速看完他们帮我们找出来的这几家店，不好的我们一眼搂过去，就是觉得这个不可能开的，走，不用记录任何信息，也不用拍摄，也不用浪费时间，就走。
下一家，然后让他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和我们再逛一逛中心商圈，我们觉得那个店该有的样子。去自己找找别的店儿。对，我觉得要开就好好开，就是那种一般般的小店，没有意义。别将就，别将就，对，凑合。因为这个节目是第2季，我觉得第2季就应该有第2季的样子。无论我们的挑战上，还是我们完成的金额上，以及我们卖出去的多少货上，以及整个的装修风格上，以及顾客进来体验感上，我觉得都是需要有升级。我觉得第1季我们可以试，第2季我们就要做改变、做升级、做不一样的创新。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上限也不用200万打底，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别的预算上省一点钱，但是这家店的预算上可能还是要高的。是，因为现阶段我们以这个预算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店铺都是相对而言比较小的。伦敦是这样，因为伦敦你们看的区都是老房子嘛，我建议你们可以往新的，就是比如说 King's Cross 附近，对，然后价格也不会像老城区的核心地段那么贵，然后我们的200万以内主要搭在房租上，应该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的。好，没问题，辛苦了各位，辛苦你们了，辛苦了。OK 吧，明天见吧。OK， 拜拜，好，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明天去看吧。晚安。晚安。对于来纽约创业，我们了解的信息有限。纽约是全美最大的华人聚集地区之一，我觉得我们可以拜访一下当地有品牌创业经验的华人，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今天晚间，为了帮助3位更快地了解纽约的城市主体和商业环境，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极具经验的前辈供各位咨询。这个是他的信息，可以通过工作手机与他联系。好的，现在就可以联系了吗？陈东升，东哥，我们等下就联系他。来。好啊，喂，东哥，哎，我们到门口了。哎，你们到了，好，我来接你们。哎，我们出来了，哎，好嘞。好的，欢迎，辛苦，欢迎，很高兴认识。你好。哥，你点。你们看吧，你们每个人参与一个吧，然后剩下的我来看。好的，好吧。那我俩看一个啊。我想要吃乾隆白菜。好 ，Good choice。我要吃大碗有机花菜。我想申请一个宫保鸡，可以吗？可以啊。 OK， 那我就 OK。宫保鸡，好漂亮的店哦。其实你看，我就是想要这种简单的木质风格，然后有一点中国元素的东西。你看鱼纸伞，对吧？这个确实就很简单的风格，装饰起来就很漂亮。其实我今天选在这里呢，也是很有意思啊。这家店呢，也是3位合伙人。哇哦！然后我心想说，刚好你们下午给我打电话嘛，我本来说也是要过来，我说要不在这里也算给你们接下来开一个新店，打个好兆头啊。老板在不在？要不过来打个招呼吧，3位合伙人跟3位合伙人。完了要 battle 起来了，开始。但他们在纽约都做得非常成功。哎，你好。姐你好，都是纽约非常杰出的企业家。这都是我们的人脉了，后面。对。那我们来纽约来创业了，属于是这个先来拜山头了，后面就多多帮扶。对，你们有什么需要吗？我们随时可以。对。好呀。行，那你们先吃。好呀。哎，多谢。哎，但我今天有听到一个信息，什么？就是东哥不是就帮助了很多店出海吗？然后有一家奶茶店，我的天，你猜一下1个月的销售额？你猜？30万。再猜？30万都低了。30万低啊？你们没去吧？50万，50万，哇，那可以。是不是？是那个消息啊？平均1天1万。其实最高峰的时候达到过60万。销售额很夸张哎，1个月400万的销量哎，人民币的话算。重点，它门店很小。对。所以东哥，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成立的吗？是好的吗？在这边有机会吗？其实说实话，我个人知道你们要来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乡愁嘛，很多年了。可能我们那时候第一波的所谓的出海，那都不算出海，那可能是以前大型企业的分公司在这里，可能中国银行啊。然后到第2波后面，你就看到中国出来很多很优秀的一些产品类型，比如说饮食啊，
然后大疆啊这一类型家电靠产品力的来去打，是，然后再到现在的这一波，其实本质上你们做的东西其实已经有一些文化输出了，对，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才是最后的根基。其实我在等这个时间等了很多年，因为慢慢整个亚裔开始发出声音，在主流有一些声音，大家才关注到这个群体。以前 nobody cares，对。然后只有你有文化积淀了，你在上面去盖东西，它才盖得住。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步很重要。先吃吧，来吧，别趁热，对，都凉了，对。红白菜尝一尝，看一看，就是芝麻酱拌菜，对啊，超好吃。对，红白菜最好吃。哎，东哥，我就是有几个事情想要请教一下你。你说，首先我觉得我需要跟你讲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好，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10年了嘛，就是我已经见证了整个中国美妆在国内的一个非常大的崛起，一个哇这样子的一个上坡的趋势。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中国确实是真正从头到尾花了10年时间。对，中国品牌在各个渠道上成为第1名。这个是因为有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比如说中国制造的崛起，我们中国各个实力的崛起，所以让这个时间缩得很短，10年之内就完成了。但是品牌出海这件事情，我们晚了别人大概有20年了。对，如果再不做品牌出海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可能会再退10年，可能要30年我们才能完成品牌出海这件事情。因为没有让企业可以看到做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大家就不会动。但是我觉得出海这件事是一定要的。我觉得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出来，让一些品牌觉得它可以做得成功，甚至可以做得更好。那我觉得就有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他上不上这个节目无所谓，他要不要我们这些人做也无所谓，他自己也可以找渠道，但他会要有一个可以看到的希望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好，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说的时间差，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节目里面花极短的时间，我们前后加在一起20天吧。我们那时候6个人在巴黎，我们接顾客每天200多个顾客排满，预约到爆炸，我们几个人卖到都已经披头散发，然后一站就从中午12点站到晚上12点，然后就接顾客。我们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但是我们的量和出圈度还是少。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经验，你服务了这么多的品牌，如何在20天内有快速的成效？就比如说，我想问那个奶茶店，它是花了多久的地推时间和流量推广的时间，它才可以做到1个月60万美金？我先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巴黎的东西去年做完了，对不对？你有留下这些客户的联系方式吗？还有在跟他有后续互动吗？没有。有一个，因为其实你想要这家店爆很容易，但是问题是最后留下了什么？那刚才佳琪讲了那么多，其实最终你还是要把这些 community 这些感兴趣的这些人留住，让他怎么再去发声。接下来可能哪一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可能都不需要宣传，就他们在帮你去宣传。是，那这个东西就扎根了。最终你的品牌留下来是什么？很多时候大家就说啊，我做多大，我做多好。其实那个其实本质上那都是一个 market share，但品牌它本质上是一个 mind share，就是从心智上的占有率。当我要做一个东西，然后马上想到是这家的护肤品，不管是去哪都能想到，那这个就是品牌了。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研 lab 嘛，研 lab 其实现在这边有对标类型的，其实发展的非常好。那些亚裔的品牌在那边这种买手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现在不能撇开社交媒体的这一波。我先不说我能不能买，我得先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对吧？然后原来这东西还是长这个样子的，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功效，我得先知道，买不买咱再说。但你说别人根本都不知道，怎么会去买呢？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产品的存在。社媒传播还真的重要。线下我们好好的把有影响力的这些东西积攒起来，他们就是帮我们去 communication 就去传播。然后可能更多的我们策略要放到线下，先预定，对，甚至有些人不在纽约，对吧？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去购买，所以让他们所有的流量，所有这一天全部都会让他去扩散。现在等于说有了这个土壤了之后，就是说我是有这个消费需求的，就说哎哪天来了，如果有这种东西，我一定要试一下。先创造需求，然后在那个地方竞争又不大，他就开了这么一家店，爆，每一家店爆，目前看起来数据是非常好，当然。能不能纯打 C Beauty，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再去商量。但是目前已经证明了你的
Asian Sephora 这个概念是走得通的。是 OK， 有人已经先做过了，那就是跑得通嘛。对，所以我觉得你要坚持把眼 lab 这个东西，我们接着往下走，我觉得一定走得出来，我相信。其实你们出来本身是个买手店嘛，你这已经有这么多的那个品牌方了，品牌方也是有一些他们在这里的有的资源，对，资源平台非常多，非常多。大家要聊好，共同去宣发这个事情，一直持续进行宣传，然后它就会开始扩散开。所以你要问我短期我是看好美妆的，但是接下来如果说你们说一些护肤品啊、个护啊相关性的，护肤品就难。但是那个如果能打进来，那个我觉得才叫打进了主流。对，因为那个就是得杂合着文化东西打进来。对，我的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先把自己的基本盘做稳，而不要一直想着说去，就是如何让谁去接受我们。我们自己这么讲的时候，就没有接受自己。我们区分一个什么？区分一个潮流趋势。是的，是一个文化。这个趋势出来了，我们的需求就出来了。我认同这个。那比如说我们的广告的核心就 simple is beautiful，简单就是美。对 ，you are perfect， 就是你本身就完美，对吧 ？Simple is beautiful。比如说他们很认同中国人的草本的东西，那我们的化妆品，中国的化妆品的护肤里面基本上都是草本，我就哪怕这个草本面霜配一个草本茶，让他一起买。你喝了这个茶，比你喝蔬果汁要更有精气神，或者更有血气感。虽然血气感很难翻译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可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走得通，因为这个其实就现在 clean beauty 嘛。你跟任何一个老外讲，你觉得中国的药品怎么样，他肯定会说啊，草本 organic，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所以接下来，我个人感觉，社群肯定我们有我们的定位，不要去想 satisfy 所有，不可能的。把你这个群体了解吃透，你们来就好。到我这里去体验到真正的东西，产品力的东西，然后再到后续的宣发。这个闭环如果能够形成研 lab 的这个连锁店，它是可行的。你还是要被人看到嘛。啊，我们走没有，我觉得很兴奋，我觉得你刚刚给我的那个灵感，我觉得很兴奋。我现在有一种想要回去开始一个，很值得做，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他刚才说的那个有成功案例这个事儿，确实很鼓舞人心，就说明这个模式跑得通。对啊。那就看我们怎么去跑。好，我的工作第二春来了。因为我们今天下午看了很多家店，有一家店，当时我们打个电话说，他说我只能10年起租。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胜负欲就起来了。我说我现在就要回去，然后我要把这个店留下，我就给他租10年，我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店做成功了。你还要不要唱歌？怎么干到上市？带我一个，我本来就是要搞副业，是不是？我觉得网友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干到上市是很有可能。行了，明天去把那个店盘下来10年。这是一个非常，说不定我们真的是敲钟上市了。我真的考虑一下，做起来，动起来。老板们都已经准备来这边，对吧？我先帮你们来，你如果做得好，你自己单独出去开几间店就好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走了要发下去的。对啊，你自己单独开几间店就行，你再留点货在我这儿卖就行了。我觉得对你们来，肯定每个地方它会带来一波好的这个效应嘛。那这个东西怎么让它留存下来？这可能是我更多。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商业模型才成立，对，不然它的商业模型这也是出海的最终目的。因为这个店还要不断的更新一些，还是要落地生根啊，要才是出海。对，最后发现很多人就出了个池塘，对，不能清风拂过，没有留下一片树叶，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飞跃，我们能够成为这个飞跃的一部分，然后现在我能够参与这个飞跃，为这个飞跃做点事情。我真的是，就是你知道那些品牌老板不可能坐在一个桌上的，他们从来不会坐在一个桌上的。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合作伙伴，我们要一起把中国品牌出海这件事情做出来。在想，如果有一支由研 lab 牵头，所有品牌一起参与的一个广告，但是他们所有的代表的就是中国品牌在海外的这个形象和状态 ，C beauty 的这个状态。好点子。我记录一下。既然他们是单独还不太擅长讲故事，我们就一起讲，帮他们一起先讲一个大故事。对，可能我们现在等你们过来的时候，我们是 ready 的，我们是 ready 的。哇，这个我想想都要流泪的感觉。纽约时间傍晚，合伙人刚刚结束了与本地商业操盘手的会面。这次见面比原定时间更长，对话的核心不是某一家具体的铺面，而是一个更长线的可能性。踩点刚过半程，一个问题却提前浮上桌面：
一间店铺的生命力到底从哪里来？是3个月、6个月，还是3年、5年？走出去，才发现市场的纵深远比想象中宽，而纵深背后是更大的机会，也是更大的未知。一个念头被种下了，但种子能不能发芽，要等到正式经营之后才有答案。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伦敦逛不停。今天我们不停到哪里呢？今天我们要去到一个稍远的一个地方，是稍远。我们剩下的精彩内容就在逛不停当中给大家陆续揭晓，好吗？陆续揭晓吧。OK， 走。走得很急的感觉。走得非常，走的属于得原步走。快，来不及了，都喝上了吗？真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走。最后一天啦！我这好看吗？这眼镜？好看。真假的？有点像那个电鼓。哪个？不是像骑摩托车的吗？运动眼镜。我已经找了一位口语教练。你给我用用呗。你应该不用24小时都用它吧？24小时用我有点用不起，让他交替跟咱们俩谈话好不好？他24小时，哎，我12小时，你12个小时，是在国内咱俩还得有时差，给累倒，累坏，让他赚钱赚的他就是赚疯。那你看你每天用几个小时？行，剩下的时间我再来几个小时。OK， 拼桌是吧？对 ，OK， 到时候咱们俩学成之后来，错误都是犯一样的。最后来一个出发前的考试，考的不及格怎么样？不准来了，回家。不行，这工作不能不干了。你看你这心态不对。是，那就是多让那个佳琪哥说。好，咱们把机会让给他。对对对，但是要考得好，咱们就不让他们说话。对，都别说。看咱们把这个已经都把6月份的工作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嗯，可以啊。啊，到了。昨天晚上我们沟通之后，会对店铺标准更清晰一点。那我也希望从不同年龄层以及视角得到一些新的思考。今天我们要看6家门店，分别位于布鲁姆斯伯里、肖迪奇、尤斯顿以及牛津街附近，希望能找到满意合适的店铺。咱们好好看看这店铺。行，来看名本。嗯。嗨 ，Hello。嗨。早呀。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妍。妍，你好。哎，你好，我是雨熙。你好。哎，姐来啦！嘿嘿，又见面了，姐。走走走，来，我们逛一逛吧。嘿。这一家是美妆店耶，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就是国牌了。那边门口有 Boots， 就那个药妆店。然后这边有奶茶店，然后这边有英国的国民咖啡店 Gills， 衣食住行这边都有。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就像步行街一样的。是的，有很多美妆店是有好处的，是说明这个地方美妆生意不错。就被验证过了。对，现在快12点了嘛，人还是蛮多的。啊，出来就是车站。对，它这是一个地铁站 Russell Square Station， 人流蛮大的一个站。明白。这边到 UCL 非常的近，年轻人特别多。这边它平时本身的流量就很大了。明白。就是它这边是真的是，我觉得是有客流，是真的能进来买货的。而且老外和亚洲人都非常多。商圈的话，商圈大家来到这里应该都是要买东西或者是吃东西。对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店。这家店是一个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一个专门做亚洲品牌的美妆店啊。这一层它有160平米，33米长。好像有点窄。它这里还有做美甲的地方。对，这里有电梯。电梯。有电梯，赶快写好。我们先去下面看一下，感受一下。哦，它这是长按的。我有点害怕啊！按才下。哇，我第一次做这样。我也是。它有点像上菜那东西。对对，传菜的。这就是专门为美妆店设计的，下面直接有仓库。来吧。
哦，哇，这个好棒啊！我觉得仓储空间够多，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Yeah， 这里还有一层。好，这里还有一个小屋子，这可以做我们的办公室之类的，是吧？吃个饭啊，休息一下。下面它这个了呢，直接就是仓库。对，然后这里是通向那个停车场的。我们来看一下外面，这边我们的货车就可以往这边进来。这好方便。Yes。哇哦，每一趴都是打在我心里。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家本身就是一个美妆店，所以有很多配套都是现成的，还有电梯、仓库、货架也做好了，而且它的地下2层可以直接运输货物。我想要确认一下租金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店是盈利的嘛，然后他说如果转租给我们的话，其实有5个因素需要考量的。第一因素呢，它是它本身的 rent，第2个因素呢是它的就是物业费啊 ，business rate， 额外的第三方收取的费用，还有包括停车费啊。第3个呢，就是因为他们要清场的话，他们要找仓库，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放过去。第4个呢，就是他们的人工的消耗，因为有很多人员在这边长期共用嘛，这2个月他们不上班的话，他们还是要发他们工资的啊。也就是说，我们2个月走了以后，他们会再回来。对对对。第5个因素的话呢，就是他们的盈利。这2、3个月因为伦敦旅游季嘛，这里游客很多，所以说他们这2个月赚取的利润是不是要从我们的这个租金里面去覆盖呢？我刚刚有偷偷问他们租下这个店花多少钱？光店面的成本200万人民币左右，加上其他杂七杂八，我估计还得加上100万，大概就是300万1年这样的成本，一个月应该是25万。那25万你乘以2乘以3，大概租金成本确实80万左右，我觉得够了。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跟店主去谈的。因为它本身店它是经营亚洲的品牌，他们其实是一直想说跟中国的品牌去进行一些合作，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考量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妆店，我们有可能会把库存跟它进行一个合作。In terms of obviously our brand name is Glam Touch. Yeah. Will you be changing that, or will it be a new name on top of the door for the time being for TV show? 那也是一定会的，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国货出海。我们是有一个店名的。That's fine. Perfect. Yeah. Awesom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我会有点纠结美妆店，因为美妆店它真的是很方便，客流量很大。有点遗憾的点就是在于它的额外费用特别多，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成本。店铺非常的长，相对而言比较窄，在改造空间上有点难度。我们今天下午3家店其实时间它的 gap 都蛮短的，今天会比昨天会忙一点，多一点点。所以我们昨天看的几家店你都知道是吧？都去了，都在门口逛了。你们最中意哪一家？第1家吧，就是它是有服装的 Victoria。对，第4家怎么样？户型不太行。我们这个动线肯定要把它规划合理，不然的话就容易。是的，是的，不然人太多，我们还要限制一下人流。对。在英国这边它现在开店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 fire safety 防火规范。对，然后我们还要考虑保险。我们要把客户的 insurance 要买一下，比如说你哪个客户进来了，他可能在进店的时候他摔了一跤，这个时候这个保险就可以覆盖他的费用。这样啊，这个我们要考虑进去。因为以前有什么喝水烫到啊，或者什么。对。选店也好，或者是开店也好，有很多未知的事情，以及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一定都是有压力和挑战的。好多涂鸦，开始有涂鸦，有大涂鸦了。这个区就是叫 Shoreditch。对，肖迪奇，这是一家超级文艺复古的店，请进。哇哦，漂亮！哇，所以它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这里就是非常的小众。其实这个地方它更适合做 event place， 尤其是艺术品品牌。我是喜欢这里的，但我觉得这里可能不太适合。这么黄的话，对美妆店和护肤品店有点太暗了，不太适合我们。因为我们俩昨天也研究了，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合适的，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在这里了。OK， 明白。通过昨晚的会议，我们对店铺的要求更加严格，加上时间限制，我们会更加果断去选择。而且昨天他们也有推荐，我们可以去一些新开发的街区看看，或许会有更好的选择。来吧。这家店呢，它有30年的历史了。哇哦！
这是我们这家店的主人，他叫 James。Hello，James 你好，你好。James 是香港人。哦，你好，你好啊。但是 James 的普通话也非常溜。对。来。啊，现在是在卖衣服的地方，对，买手店。目前楼下这一层呢有217平米，这个店装修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这里封上是因为他们现在装修，等到我们使用的时候，这些玻璃是都可以打开的，都可以打开，而且上面可以贴很多广告。可以做很漂亮的橱窗陈列。是的。然后它是有2层嘛，然后这一层的话呢，如果我们想说独立使用的话，我们其实这里也是可以开一个门的，就是这边楼上可以跟楼下就是可以保持空间的独立。好，那我们上楼看看了。好的，可以。哇哦，延安，这也太大了吧！上面简直是一条街。楼上是300平，感觉300万的货要少了。哎，您这儿现在本来也在装修，要不然你就装修成我们要用的样吧。嘿，你说什么？现在我们还没好大，所以就是一个工地。我们本来打算就是装好以后呢，做一些艺术类相关的。确实是，我觉得可以设计的东西，想法它更能实现一些。大家会舒适一些。比如说雨熙想办一个就是 T 台秀，对，真可以。然后延安可以办一个自己的 concert 都可以。这样，我们 T 台你在中间唱，这不是合2为1了吗？行，好不好？这店就变成咱俩的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边可能考量的是，因为您这儿地方比较大，所以我们可能装修成本会变得更高一些。而且这边确实现在就是还比较毛坯的一个状态。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这附近有没有彩妆品的商店、集合店什么的都可以？没有。那您平时就是1楼的生意的话，比如说是什么样的用户比较多呢？学生比较多一点，然后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写字楼，所以很多下班经过，会过来看一眼。现在租金是？因为英国的话有 business rate， 就是如果你要开店的话呢，就交一个税，我可以整个包起来给你。明白。然后如果我们只算楼上的话呢，大概是3万镑1个月。楼上是300平，如果只租楼下呢？大概是20。那加起来呢？给你便宜一点，45。时尚买手店它非常的大，我们的行动路线是可以很好的按照研 lab 的风格去规划的。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橱窗面积很大，对于我们想让国货出海，并且想让不只是进店的客人，甚至是路过的人群都能够看到研 lab 是什么，研 lab 卖的中国产品是什么，这件事情很有优势。这一家店让我唯一有些担心的地方是人流问题。我觉得这边人流量确实是要差一点的。对，只能靠线上推过来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好。太好了。累了吧？还行，不累。我俩是有点时差，所以到5、6点开始会困。我觉得开店还是蛮难的。找店真的好难，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段，对，就选址很重要，其他的可能都可以通过有方式解决。对，位置、人流，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说定好了在未来的3个月或者是4个月要开业，那要找的话，尽量找不要有太多装修的。是，现在做生意都要先做线上的流量，再做线下的店，所以我们这次来的话，我们会有人负责线上宣传吗？还没有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跟 TikTok 去谈一些合作，因为 TikTok 也是中国的嘛。对呀，对。英国其实有个很弱的板块是它的物流，成本很高。或让延安出去送好了。可以弄个电驴。半个月下来，黑的黑成炭了，很健康。说这个黑也蛮神奇的，因为我觉得欧美人很喜欢他们美黑嘛。对。所以我们这次产品里面会有美黑的产品吗？没有美黑的，但是就是会有一些针对他们的肤色的可以用的产品。因为对于咱们国产品牌来说，现阶段还没有出海，就去生产一个线是美黑的，风险太大。其实我们现在说到国货嘛，其实现在我们的亚洲超市在伦敦也是很流行的。因为以前你说你都不敢想象说
就是我们家小区有一个亚洲超市，然后走500米又是亚洲超市。亚洲超市，哇，这么多呀！我现在觉得好像老外对亚洲超市的接触度也是蛮高的。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其实品牌还可以跟亚洲超市合作。还有这里很多人他们会愿意为牙齿的美白买单。我们有贝智。它的牙刷头自带这个蓝光的美白。牙刷头？对，电动牙刷。就牙刷头自带美白的。那你要把那个冲进去吗？用完的话？不用，就是在牙刷上。哦 ，OK。它就是配备的，对，边刷边光。那真的太牛了。对，超级厉害。因为这里照一次蓝光的话要300多吧？哇哦。没事，你们那个牙刷来了，我先订购个50支啊。发达了！牙刷是我们最贵的品。首先，这里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可以接受非常多元化的文化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很幸运的是有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去辅助我们知道了这些街区的情况，并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能知道未来的研 lab 在这个地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店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经过店铺的时候感知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店铺，而不是有很多人经过，但是它会是一个快消品的店铺，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还有线上，因为现在大家都是非常依靠社交媒体的，那我们可以或许有一些方式，比如说鼓励大家去发 Instagram 啊，或者是鼓励大家去发一些社交媒体，为我们的店铺做预热。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就是来吧，大干一场。我很期待，非常期待。研 lab 其实现在这边有对标类型的，其实发展的非常好。坚持把研 lab 这东西我们接着往下走，我觉得一定走得出来，我相信。在跟东哥吃饭的时候，这样互相的探讨，我觉得很兴奋，让人对我还是蛮激动的。我觉得有可能有更多的事情可以等着我们去做，其实我们也可以前置去做好。嗨，哇哦，好酷啊！今天早啊，大姐早。嗨姐，今天上午的任务就是他们已经定了2家店，我们可以去看的。OK。那看完了之后，他们帮我们整理了一些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且联系中介的一些店铺，都在时代广场和第5大道附近。所以我们上午大概就把这些跑完，好不好？就是速度咱们快，然后下午咱们就去最后一家的SOHO 店铺。然后昨天艾克尼对面那一家给节目组邮件答复了，可以1年起租，1年起租的价格就在115万美金。155万美金，大概是800多万人民币左右。那比昨天咱们那个东哥预计的还要多。对，昨天我们是10年起租嘛，那就是100万可以谈。这1年租那就是150万，只要买下来的话是2500万美金。我说要打电话给老板们众筹一下了。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在 SOHO 那边再逛一逛，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喜欢那一边，是还是比较喜欢 SOHO 那边。对，好不好？那我们就出发，走，出发。Let's go！ 哇，这真的是创业了，这真的是创业的感觉了，不是在搞综艺了。我昨天脑子我也很兴奋，是从这个一家店做成连锁的做成大生意的区别了。对，大脑的精力要被放在决策上、选择上，然后手上的事儿要交给这个手上的人来干。对，我们得要有一个系统，对吧？哇，好激动！走，17分钟。哎呦，它现在显示22分钟啊，堵车了，都是红色的。因为我们2个地点连得很紧，一个是10点半，一个是11点。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看那么久，对不对？对，我们就去瞄一眼。我跟 Jeff 说一下。很好，很不错。这季你也开始发力了啊！开始正儿八经干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这个感觉了。你们这个年纪，你30岁左右是吧？非常适合开始干这个事业，又没有到40多这种定型的地步，这个时候最适合闯了。佳琪，你现在你的年纪才刚刚开始啊，33是吧？马上34了。你这个年纪应该是最厉害的时候，各方面的经验啊，社会阅历啊，对吧？能力啊。我就在想，
要再怎么厉害一点。你加油啊！我现在在疯狂想象当中。我昨天其实到最后已经手开始抖了。我看到我已经开始有点控不住了。但是那个你一句话，你说你事业第二春开始了，我突然我觉得哎呀，好振奋啊！想办法干出来啊！我开始在这儿。好，他们两个开始给我洗脑了。你不要等到我这个年纪，我这个年纪真的是很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体力各方面都不行了，真的不一样。但是人生有使命感是特别宝贵的一件事，嘉熙哥。你有一个新的目标可以去奔了，而且这个目标是众望所归，它不单是一门单纯的生意，它有其他的意义在。你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要相信你自己啊，千万不要犹豫。我从第一季做到像前一阵在国内见那么多品牌，因为上一季没有见到品牌，对吧？这一次终于见到了，看他们的聊自己的产品想法，然后包括昨天见到东哥，我有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东哥的谈吐里面，我也感觉到他在等这一天等很久。对，像那个品牌那个女创始人说的，他等这一天等了很多年了。大家都在等这一天，把这件事情给抓起来。我们埋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种子，就是真的可以拎出一盘生意出来，是合伙人延续的一个生意。首先让观众们看到，创业是很振奋人心的，创业是可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所以大胆去做，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怕的。伦敦、纽约，双城踩点同步进入最后一天，100小时倒计时还剩不到12个小时。几十间铺面看下来，两边团队心里的那把尺都在越收越紧，租金、地段、空间要求越来越高，选择越来越少，但选店从来不是将就。下一集筹备篇终章，答案即将落定。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这2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又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但它已经被租掉了，是吗 ？OK， 有点小啊，是个味道。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这搂不住。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哥念念不忘。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还是好啊。我还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研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研 lab 首任店长将是。I feel so lucky that I finally found that one in my life. Yeah, someone to hold me.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